民进党挺戒严已经成为国际丑闻。韩国有什么下标？台湾执政党发文支持戒严，随后又迅速删除。恶心的蟾蜍，原来还有比尹锡悦更烂的政府存在吗？昔日靠反戒严起家的政党，成为执政党后，忘了自己过去反戒严，现在还想要戒严。民进党一直说什么，他们只是在转达国际资讯，你第一段就在下判断呢。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，他直接就认定是这件事情吗？所以你有没有挺李锡悦？有啊，因为你支持他守护自由宪政体制啊。其实民进党就是希望像尹锡悦最好没有国会，最好民进党说了算，予取予求。所以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只有他们会干出这种事啊。是我是异类还是青鸟是异类？他们真的被洗脑，洗到他愿意为威廉赖献出去，因为只有威廉赖可以做。青鸟怎么说？南韩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，台湾舔共卖台仔表示还好生活在台湾，请威廉不照办。我看蓝白在闹，台湾也该戒严了。有些人利用民主瘫痪民主，最后只用集权拯救民主秩序。在野党瘫痪这个国家名遮起来，还以为是台湾。有没有看过青鸟集会？就是那红卫兵要杀人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批斗大会，自以为自己是神，别人都是来害台湾的，然后要把你除之而后快。他们宁可自由被剥夺，也要把他们仇恨的那群人除掉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韩国的国会被亲北韩势力给操控了，所以呢，南韩总统尹锡悦呢为守护自由宪政体制，宣布全国紧急戒严。台湾立法院蓝白各种删国防预算、违宪扩权、贪官大法官、二修彩化法、恢复年改、鸟笼选罢法、N 次阻挡、小铺国安提案，就是沈黑熊的英文名字啊。百般刁难王一川就职，不要怀疑，新台湾的我们其实每分每秒、无时无刻都在抵抗世界等级的黑暗势力侵蚀这个国家。后来呢就删掉了，删掉之后又说。台湾经历中国国民党只是3次戒严，民不聊生，家破人亡，从未见过有人负责。如何让国人能够了解这残酷的历史，还原真相呢？也就是转型正义必须面临的课题。民进党是戒严时期的政党，深知戒严对民主社会的妨碍，所以呢，民进党呢只是转发国际资讯，并在国内政坛状况进行对照，绝无支持之余。至于外界所杯弓蛇影、影射过度渲染，实则大可不必。民进党团对此表示遗憾，也请再也适可而止哦。可是结果是什么呢？民进党挺戒严已经成为国际丑闻了。王威说已经找到什么韩国、日本、土耳其、美国，而且土耳其是用安纳杜鲁新闻社，这是土耳其啊国家新闻社。你如果看土耳其消息，是看安纳杜鲁新闻，它的总部就在他们首都，所以呢，这相当于是土耳其国家去关注你这件事。而且他别忘了，土耳其是个半威权国家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全世界上都在看哦。韩国人怎么下标？这是 Google 翻译哦。台湾执政党发文支持戒严，随后又迅速删除。这是韩国最大的经济报纸。他说是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，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社群上发文暗示总统尹锡悦支持紧急戒严，但很快又删除。对，很快删除是朝中社报道，这是相当于他们去综合了相报，那也代表什么？朝中社韩国的官方通讯社，所以代表什么？韩国官方通讯社也关注到这件事。因为这个只要有一点阅读能力的都知道，民进党在支持戒严啊，可是他们后来在凹而已啊。民进党一直说什么，他们只是在转达国际资讯，你不是在转达国际资讯，你第一段就在下判断呢。你看他的全部都肯定句啊，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，他直接就认定是这件事情嘛。如果是转资讯，他会讲说，根据媒体报道，尹锡悦因为认为国会被北韩势力操控，所以他下戒严。你要说是他认为，可是民进党的发文是怎样？他就直接就讲了南韩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啊。然后他就直接讲说，尹锡悦是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，紧急宣布戒严。其实这个应该就是3件事情：第一件事情，南韩戒严了；第二件事情，南韩的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；第3个，尹锡悦是为了守护自由宪政体制嘛。这一段就告诉你这3件事嘛。所以你有没有挺李锡悦？有啊，因为你支持他守护自由宪政体制啊。所以不要再硬凹了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看的都觉得你在支持嘛。我民进党现在也不会道歉啊，他就是讲说，对，尹锡悦干得好啊，因为他就想要这样做。我第一时间我是先去看说他为什么要戒严，然后结果他的那些理由，什么国会被亲北韩势力操控，然后什么在野党要瘫痪国家，刚我讲说，更什么尹锡悦是不是有派人来跟民进党见习啊？后来再下面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挺尹锡悦，我想说果然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，就是
只有他们会干出这种事啊！其实民进党就是希望像尹锡悦那样，最好没有国会啊，最好就是民进党说了算，予取予求。所以他们觉得尹锡悦做，他们就看你做了我们好想做的事，所以第一时间就发文，所以下面一堆青鸟全部支持啊。你看那个青鸟怎么说？台湾舔共卖台仔表示还好生活在台湾，请威廉比照办。哇靠！南韩宣布戒严了，我看蓝白在闹，台湾也该戒严了。感叹民主制度有其弱点，有些人利用民主瘫痪民主，最后只要用集权拯救民主秩序。南韩示范给台湾看，台湾完全一模一样。然后说，那他说支持戒严了吗？你告诉我啊！你们这些共匪没资格讨论。你认为尹锡悦就是在守护宪政体制？你不是支持他，怎么支持他？你只是没有写支持2个字啊，但是你的语义就是支持他。越年轻的人越不可能接受威权。我很疑惑是我是异类还是青鸟是异类？你知道吗？青鸟也是年轻人吧？就是说为什么年轻的青鸟会变成他会赞同用威权去捍卫民主，用戒严去捍卫？这是我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。觉得就是威廉赖把他们驯化的很成功啊，就是只有跟着威廉赖，台湾才有可能会安全。他们真的被洗脑，洗到就是说他愿意为威廉赖献出自由跟生命，因为只有威廉赖可以救台湾。我觉得那些青鸟就是仇恨心很强。有没有看过青鸟集会？那种感觉就是那红卫兵要杀人那种感觉。我知道聚会在那个前面说把黄国昌变灵堂那个样子啊，就他们那群人真的很可怕，就是那种批斗大会，自以为自己是神，然后别人都是来害台湾的，然后要把你除之而后快。他们对我们的仇恨心大于他们的自由被剥夺，他们宁可自由被剥夺，也要把他们仇恨的那群人除掉。王威就发了一个文啊，现在越烧越远，韩国、日本、土耳其、美国，包括官媒都报了。然后呢，美国的 Newsweek 时代杂志的周刊标题写什么？叫做台湾 Military Resource Republic Affair South Korea's Materials Low Scale， 就说到这里面台湾立法机构面临相似的状况啊，也类比了韩国宣布戒严，而且同一报道还说，这个解释该党啊，就民进党在台湾戒严期间成立的啊，结果网友建议执政党宣布戒严，这是疯狂的建议，而且是错误的。那所以这件事情呢，遭到韩国的网友那边去嘛，韩国网友就在消息下面就说啊，挺戒严哦，这是太疯狂了。当地最大的论坛叫做 FM Korea 啊，就讨论说，恶心的蟾蜍，原来还有比尹锡悦更烂的政府存在吗？这群白痴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还有这样的。然后我跟大家说，那个恶心的蟾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有乡民呢去做了研究，他说他查了一下，其实所谓的蟾蜍啊，应该是写这个，那就蟾蜍应该是误译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 Simo 是岛的意思，江 K 是指清国奴、支那人，所以合起来就是清国岛奴。所以我们要么叫清国岛奴，要么叫支那岛人，超难听，这比恶心蟾蜍还难听吧？那韩国的谚语叫什么？青蛙记不得当蝌蚪的时候。为什么这样写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叫做忘本哦。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韩国网友就写说啊，昔日靠反戒严起家的政党，成为执政党后，忘了自己过去反戒严，现在还想要戒严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多重谐音梗，很厉害。他们心态是这样嘛？我们韩国人民主自由，那现在有人要搞戒严，我们很堵拦他。你为什么去支持那个加害我们的人？那你那么喜欢被戒严，那你滚回去啊，滚回去那个你们被戒严的时代啊。但是倒霉是我们啊，结果你在那边化修，你在那边支持尹锡悦是怎样？所以这次真的很难看。